拳上的世纪对决，赛前就有签约，统神要瘦到100公斤以下，蹦板要增胖到80公斤以上。那这个事情最后的结果是统神以小比分落败。另外，统神也真的如约瘦到了99公斤。蹦板他的问题是他没有增重，后来才说他做了缩胃手术，所以有一些人就酸蹦板叫畏畏缩缩。那打完之后啊，统神有点不爽，这是一个不公平的比赛啊！他打到我又怎么样？我没有退啊！这里其实就显示统神对拳击的规则完全不了解。但是啊，统神的拼战精神确实相当值得令人肯定。手术前比统神还胖的人，靠着割胃瘦下来，一直骂自己瘦下来的统神是猪。统神为了上拳要瘦30公斤，蹦板自己的完全没有增重，上场自己拿10盎司拳套，因为统神拿了一个职业选手都不会拿的10盎司的拳套。蹦板整场比赛低着头，裁判却没有劝阻。低着头你比较不会被拳头打到脸，打到脸会得分。最后压垮整个风向是那群89黑衣人跑去后台堵统神，还动手打，所以就变成统神赛后的逆转胜。蹦板只好出来深夜道歉，对啦，真的是我的人。所以结果就是蹦板赢得了比赛50万元，但是却让统神大复活了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这个要回到8月的时候，蹦板他从事这个代购事业嘛，当时 YT 就很乱，包括大量的人翻车啊，比如说 Toys 啊，吸毒的像9man 啊、雷拉啊，还有像这个作弊的有否西就翻车嘛啊。那其中就提到说啊，亚洲统神啊，本名叫张家航嘛，是说他想要未成年这样的一个话，那当然这是很糟糕的一个话，翻到 YT 被 ban 掉。虽然他的本意是指16到18岁是可以发生性行为，只要在得意之下啊，但是这也不重要。总之统神就很不满啊，就直播中打电话给对方啊，两边的仇恨就起来了啊。然后统神就痛骂说啊，我跟黄子佼是兄弟不是事实，以后你要扯边就扯边了，尽量不要扯到我。然后事后直接约蹦板打泰拳单挑啊，然后大家就约了拳上的世纪对决啊。那赛前呢就有一个签约，因为呢蹦板太瘦，统神太胖，统神超过100公斤，所以呢统神要瘦到100公斤以下，蹦板呢要增胖到80公斤以上。另外呢压赌，如果说打输的一方，蹦板要退出自媒体，统神如果输的话要给蹦板50万做公益。那这个事情就很快呢到今天就开打了，最后的结果是统神以小比分落败。另外统神也真的如约瘦到了99公斤，那确实有达成合约，而且统神在过去3个月真的非常认真练习啊。那蹦板他的问题是他没有增重，后来才说啊他做了缩胃手术，所以就被人家认为说你怎么可以没有按照合约再走，所以有一些人就酸蹦板叫畏畏缩缩。那打完之后啊，统神有点不爽，因为觉得说好像比赛不是那么公平，所以呢他就讲了一些话。这是一个不公平的比赛啊！我一步都没有退。现场各位观众，全部看直播的人帮我评评理。我打完我也没事啊，然后被我打到喷鼻血，被我打到好几次喷头的，然后他赢。这里其实就显示统神对拳击的规则完全不了解。那这个事情首先先出现一个插曲，一开始当统神要离场的时候，结果遇到了蹦板的小弟，就互相叫嚣，两边就互呛起来了啊，一拳冲过来，对不对啊？开始发生了各种的，然后大家都拉不开，你看旁边女生也拉不开啊，然后两边互相呛，好，互相呛，工作人员也处理不好。然后呢，这时候旁边呢，这位仁兄，他看准了统神的头，手举高，流星锤安打，哇！直接给他锤下去，统神气死了，回头怒瞪、怒骂、痛骂。哇塞，这下场外直接炸，然后就出现了所谓的6大罪状，统神逆转胜，裁判也被骂爆。首先第一个，手术前呢比统神还胖的人，靠着割胃瘦下来，一直骂自己瘦下来的统神是猪。统神呢为了上拳要瘦30公斤，蹦板自己的完全没有增重，上场自己拿10盎司的拳套，因为统神拿了一个职业选手都不会拿的18盎司的拳套，因为拳套太重，你的挥拳次数是有限的啊。再来，蹦板整场比赛低着头，裁判却没有劝阻，为什么呢？低着头你比较不会被拳头打到脸嘛，打到脸会得分嘛，那这个对于判决得分是相对是有利，你不能一直用低头来闪躲，然后裁判装作没看到。就算裁判判蹦板赢，有看比赛都知道，最后的评审给分55比59是根本有问题的，等于他在认为统神在6回合只赢了1回合，最后压垮整个风向是那群89黑衣人的败坏社会观感，还跑去后台堵统神，还动手打人，赢了也打人，所以整个风向就倒回来了。我觉得前面叫嚣什么都算了，不过呢，不管是
是减肥增重还是全套，肯定都有协调，但最后黑衣人真的毁了蹦板的胜利，两边都不是人，纯路人看这场比赛，蹦板的8、9群动手打人就输了，前2位评审合理5-5开分歧判定，最后位的比分呢，能在摇滚区前3回合怎么样都是统神压着蹦板打，那蹦板的全赢啊，遭到好友毁了 ，OK， 所以变成统神赛后的逆转胜。那蹦板之后怎么处理呢？只好出来深夜道歉说，对啦，真的是我的人啊哈。蹦板说啊，统神在场外的事情我非常抱歉，这场比赛赛事已结束，我不会也不必要去做一个伤害自己名誉的事，这些人是我朋友请来进场抬轿的人，我也不会说不关我的事，发生的事情我在休息室没有及时阻止事情就是这样发生，我过错，我有责任道歉和给予统神社会大众所有问题都会请警方调查清楚，给统神社会大众一个交代。所以其实蹦板在这一次受到了相当严重的否定，比如说有读书的挺统神，没读书的挺蹦板，就这么简单。那你切割就像切胃一样嘛，所以看起来就连在蹦板自己的社群里面，蹦板都占不到上风哦。所以最后呢，就有位医师啊，就帮大家做了一个总结。看完统神跟蹦板拳赛之后，真心觉得统神赢麻了。经过黄子佼事件 ，YT 被 ban， 业配全跑光，虽然不会饿死，但事业确实一落千丈。以我对统神认知，在出事之前绝不可能接拳上这种活动，但这次我看到一个为了事业、为了老婆小孩站上擂台，用自己拳头把自己的神两个事业打回来的真男人。大家都知道比赛表演成分居多，一开始我也觉得统神要被打爆，随着练习影片释出，统神甩掉33公斤，我真心佩服这男人的毅力，我还以为是收拳准备随便打打作秀的状态。此外，统神也很知道观众要什么，轮椅式进场，英雄热血联盟主题搭配挥拳进场，副歌一下，荧幕前的我又感到一阵热血，又笑到泪喷，这画面真是太不和谐了，怎么会有个滑稽的胖子用这么帅的方式进场呢？比赛结束的时候，让我更惊艳是观众不需要很自私的感谢文，他们进场也不是为了虚伪的大和解，统神完全知道观众要什么，拿了麦克风不负众望，直接开喷，骂对面乞丐，把现场推到最高潮。他讲的有没有道理？他是不是在赖皮？他就是在赖皮。好，表演成分他真的无敌成功，这场比赛真的让我太赞叹了哦！电竞不死鸟重新站起来真的是太神了。那最后所谓的全套昂死的内幕到底又是什么呢？根据现在蹦板的爆料，他说统神有多收主办单位20万才做妥协的，也就是说啊，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昂死的部分啊，原本是10盎司，统神全套呢主办单位是20盎司，后来统神想改18盎司，又想改16盎司，我察觉不对劲没接受，最后主办单位说呢，多给统神20万，统神以18盎司参战，至于赢下拳赛，统神要给蹦板50万，蹦板则表示会把50万做公益。所以呢，这个所谓的全套问题是不是也是用金钱摆平的呢？目前呢，我们也不确定。所以这一场，我觉得大家就当一个娱乐瓜吃一吃，但是统神的拼战精神确实相当值得令人肯定。